欢迎收看今天这一集极氪 Night X 耀黑版的试驾影片。那我现在人在中国的杭州，因为这个 Night X 作为史上最强的中国车，它即将在不久后的将来来到马来西亚市场。那因为上一回比较匆忙，这一回我就特地飞到来了这个上海，再过来杭州这边。那它跟009，它跟马来西亚人非常欢迎的极氪009最大的不一样是。009是纯电动车，可是这个 Zeekr 9 X 呢，它加入了一具 2.0T 的这个4气缸涡轮增压引擎，但跟传统大家印象中的引擎不一样，因为一般上的欧系传统豪华品牌是先有引擎，再有电动马达，再有电池，可是它是逆向研发，先有电池，先有电动马达，然后再加入一具引擎，所以在整个操作模式上面，它是有别于以往的那一些。那事不宜迟，我就拍摄一些素材，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一个 Zeekr 9 X 的看法。从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你的订阅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Let's go！ Zeekr 9 X 的车身长度是5239 mm， 车身轴距是3169 mm， 所以这个车长和轴距比 BMW X7 和 Mercedes GLS 长，也比Land Rover 的 Range Rover 长，只有 Range Rover L 就是大揽胜长。那虽然它的这个整个形象上大家都觉得它是杭州湾库里南Rolls-Royce Cullinan、Bentley Bentayga 等等，但其实你看它的车身的线条跟形状，我觉得它更多时候它更像是一个揽胜，就是 Range Rover。特别我今天拿的这一台呢，就是耀黑版。其实这个耀黑版它也算是向 Rolls-Royce 的 Black Badge 致敬，黑武士的轮圈，然后有这个橙色的刹车卡钳等等，整个就是有那一种暗黑武士我们都知道这种暗黑深色是这个顶级 Ultra Luxury 车子的财富密码 ，OK， 所以它是最贵的，59.9万人民币。所以所有的镀铬的东西，你看得到的，包括前面的 Front Grille， 它都是深黑色，可以吸光的那个黑色这样子。所以你觉得这个块头怎么样？它长得好看，还是你觉得线条上面有什么意见？那很多人都会问我既然极氪009已经有了3排座椅，而且更大，为什么我要选择 9 X？ 9 X 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有旋转座椅，可以好像扶持车这样子对外，但不止于此，它可以整个调转过来，纯电动，速度非常之快。你看，它可以这样子转过来。面向后排的这个乘客，这个叫大床模式，可以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其实它不是极氪的专利，因为在中国有很多车型都有，包括在国外这个 Kia EV9 跟 Hyundai Ioniq 9都有。但是呢，这个不是手动的。我现在上车 ，OK。坐在这边的话呢，有一个按钮，按着它，电动关门。劳斯莱斯同款的这个车门大家都知道，应该是第一次在我的频道看到我用这个方式介绍车。我知道 Kia Carnival 有的打比，那个你要把整个椅子拆出来，那个椅子我不知道多少公斤拆出来然后满头大汗之后再这样子。我现在只要弹指之间，我按一个 button， 它就跟我调回来这样子所以你要把这个椅子跟它弄上去的话，它也可以。当然在中国这个领克的900 EMP 也是提供这个东西给极氪，然后后来早期他们的那个极氪 Mix 也是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旋转座椅模式，它还有蓝景模式，它可以转过去对着镜头的这个椅子。Of course 你讲座椅的整个舒适度等等，毕竟 MPV 还是 MPV， 它是侧滑门，这个不是侧滑门，这个是电动开启的门。这个东西其实 7X 也有。过后改款的极氪 X 也会有给你这个东西。来都来了，就跟大家示范一下第3排的空间大小。那我的身高是178 cm， 我要透过这个 side step 踏板进来的话，进出是我觉得 OK 啦，没有什么难度。然后头部空间的话有，然后我喜欢它有这个独立的遮阳帘，可以透过这个按钮打开或者关闭。然后第3排有前后电动滑动。
倾斜程度也可以调整，还有这个发热椅的功能都有，还有独立的冷气出风口，这个扶手等等，扶手还有27瓦，第3排都有27瓦的 USB Type-C 的接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极氪 9X 的第3排，因为你从车身侧边就可以看得到了，它不是硬塞一个3座，它本来就是设计为一个大6座车型。同样是这个电动车门，上车的话，你只需要踩着刹车踏板，门就会关，电动吸附的功能。那这个极氪 9X 在画面上看得到，它用了一个双屏，它是有2块16.5寸的 3K OLED 荧幕。但是这一次极氪就给予消费者一个附加选项，说如果你不要这个副驾驶荧幕，可以扣5000块你要的话，它就是配给你这样子啦。因为这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啦，有些人觉得这样子会破坏掉整个中控台的和谐啦，因为毕竟它还是要有一点美感的，你就2个大屏难免会有一点俗气，我个人觉得啦。所以如果给我选择，我会选择单屏就好了，副驾驶看他自己的手机，看他自己的平板就好了。然后这些操作系统都跟我们之前在这个极氪009身上是一样的东西，可是这一次这个极氪 9X 呢，它带来了更多的实体按钮，不管在方向盘上面的这个独立按键，到门边这边调整冷热椅、通风椅、发热椅等等，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冷气出风口是可以手动调整上下高低的，不需要透过荧幕里面，不然每一次用荧幕去调整，有时候你会拿捏不到它不能够直抒胸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小个的水晶旋钮。2个这个无线充电器，这个东西都是标配啦。当然，这个极氪 9X 最重的重点就是它的音响系统，因为这个是英国顶级的 NAME 音响系统，它有3868瓦，32个 speakers， 9.2点、4.8声道的这个音响系统，非常的夸张，32个扬声器 ，OK， 所以这边提供给你多种这个音响调整等等，因为它有8个头枕，就是声道，还有4个天空声道跟2个低音。Oh my god， 这个非常非常的夸张！你打开2026年至今在整个车坛里面能够做到3868瓦32个 speakers 的音响，车内音响是少之又少之少。当然，我们知道Rolls-Royce、Bentley 或者是 Maybach， 他们主打的不是去叠这个数据，功率多大啦，音响的这个 speaker 多少个他们追求的是这个值，而不是数量。可是我们现在在中国，我们在一个竞争白热化的中国，你必须将每一个东西的峰值都拉满。你音响我厉害过你，马力我厉害过你，扭力我厉害过你，智能驾驶我不输你。椅子的灵活程度我赢你，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拉好拉满，加好加满 ，OK。当然，这个 NAME 音响系统在中国这边是6万块的一个附加选项，这个耀黑版顶配当然是标配，但是对于入门版呢就要给多6万块人民币。那根据过往的经验，如果6万块人民币附加选项，它也大概就是超过6万块马币的这个选项，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个 Zeekr Malaysia 会不会，当他把 9X 拿到来的时候，他会不会带入这个 NAIM 读 NAME 读 NAME 不是NAIM我问了OK。Alright，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新 Zeekr 9X 的试驾影片。那我现在人在杭州，我开着的这个呢就是顶规的耀黑版 Zeekr 9X， 售价在人民币50万以上。这次飞到来杭州就是要真真正正的体验这一个3电机 2.0 Turbo 的极氪 9X 在公路试驾的体验。因为我上一回在这个零下20几度的哈尔滨，我没有办法好好试驾，因为我身体要跟那个天气对抗。那这一次就是算是风和日丽加速，哇！Oh my god， 这个极氪 9X 它有高达1400个 PS 的马力，还有1410 Nm 的这个峰值动力所以呢 even 它这个车重呢大约是在2.8、2.9吨以上啦。
可是它居然能够做到3.1秒，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虽然我们都知道啊，1400 PS、1410 Nm 啊，在中国这么严格的这个道路法规啊，可能会有一点点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在中国的高速公路限速应该是大概是120 km/h 左右，欧洲的话某一些国家可以在130，那虽然马来西亚法定是110，不过你知道我知道他知道所有人都知道 ，OK 所以这个极客耐 X 在来到马来西亚的这个怎么讲？他来到马来西亚他会有一番作为啦。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啦？So OK， 因为这个车子它搭配了非常强大的这个浩瀚智驾系统，特别是在中国这边非常的强。可是因为它这边要登录，然后我又没有极客的那个账号，所以我们这边主要是我自己在加啦。OK，So。而且这些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对卫星啊，对当地的法规有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来到马来西亚，它可能不会是全餐的东西。OK， 所以这个东西我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所以今天这里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First Impression， 我的体感、驾驶体验感。左边的 Signal，OK， 非常的好开，因为这个车子啊，你想得到的设备它全部上完了。什么48伏的这个防倾杆啦，这个空气悬挂系统啦，加速完全不觉得自己在开个 2.9 吨，因为它有强大的3个电动马达跟前面的那一具 2.0T 去抵消掉，所以你感觉不到。那车子很重的话，惯性还是会有嘛，比如说你过弯。没有什么是48伏防倾杆解决不了的东西。我们讲车子的这个惯性啦，因为它太过强大了。那当然，我现在是处于这个走了，加速。Oh my god！ 嚯，那个底气啊！你开着一个公路坦克，你开着一个移动城堡啊，而且它的这个动力传输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平均，因为它有太多东西可以去使用。前面有电动马达，它前面有一具引擎，必要的时候可以直驱前轴，然后它后面呢有2个电动马达。当然，我个人觉得啊 ，even 是那个 2.0T Dual Motor 的版本，它都有897 PS 跟935 Nm 0到100 3.9秒。我觉得那个来到马来西亚的可能性很大啦。而且你说55 kWh 的锂离子电池跟70 kWh 的锂离子电池，那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税务也好，道路使用情况也好，我觉得 2.0T 双马达 with 55 kWh 的电池已经够用了，它已经可以在市场上，我相信5年里面没有人可以超越它啦，我保守估计啦 ，alright， so 你知道吗？豪华车。动力很强大的车，在过去它的副作用，它的 side effect 就是开慢的时候很难开。你开一个12气缸，你开一个8气缸，或者你开一个6气缸 PHEV 啊，因为你城市的时候你需要低速。OK， 我们都知道大马力、大扭力的车子跑高速，谁不知道大马力跑高速快？那问题是大马力跑低速的时候，它会顿挫感。它会裹足不前，它会犹豫不决，它会有那种顿挫感。总之，那个缝啊接得没有这么漂亮。但是这一个车子，我觉得它 ，Oh my god， 你真的想象不到啊，它的这个它的融合程度可以做到多么的好。这个引擎跟3个马达之间的互相交流，因为它有一个 AI 算力，差不多可以每10秒钟算1000次。它会去自己判断什么时候要用引擎硬推，什么时候要靠马达，什么时候靠前马达，什么时候靠后马达。那如果你在驾驶模式这边去驱动这个全时四驱的话，它又会强制让引擎介入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非常智能的系统。它已经怎么讲？它已经减轻了你大脑要想的东西了啦。靠左边上这个高架天桥。说这一条叫云溪高架桥 G104 的这个方向，给加速。哇，上一点坡，没有难度，没有难度。拐弯
回来。Oh my god, it's magic 那当然今天把极氪 9X 开到来公路上，主要是要测试它的能源模式啊。因为驾驶模式我们都知道啦 OK， 就是运动模式很快，然后舒适模式很舒服，以此类推。那能源模式就有趣了，因为你可以选择纯电优先，有电用电加速 OK。第二个就叫智能电混，它适合长途或充电不方便的情景 OK。 所以再来一个就是燃油优先。那在燃油优先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电量维持，也就是说用引擎去帮电池回电，用引擎当做一个发电机给电池供电。你可以让电量维持在 30% 到 85%。所以我现在set了85啦，我的电量剩下27% 了。So， 在这个燃油优先呢，你会听到 2.0L Turbo 引擎的声音。虽然那个防火墙非常之厚，不过你还是听得到。加速 ，OK， 这个 2.0L 四气缸引擎呢，它的声音它很斯文啊。OK， 因为它没有传统的那一种什么 XP Automatic Gearbox 或者是 DCT 变速箱等等，所以一般上你知道四气缸在透过变速箱出来的声音是另外一种。可是因为这个它是这个 DHE 引擎 Dedicated Hybrid Engine， 所以呢它的这个引擎操作的方式跟传统那一些 PHEV 欧系的 PHEV 有很大的不同。我现在在57加速。OK， 当然我不确定它有没有透过音响系统去提供一些人造合成的声音，去让到引擎声浪听起来很浑厚、很饱满。可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你说听得到吗？听得到的，因为在过去中国这类型的插混车呢，他们都是 1.5L 的小 CC 引擎。那小 CC 引擎当你去到可能4-5千 RPM 的时候，哇，声音很明显。那 2.0 even 它可能去到3500到4500 RPM， 声音都比 1.5T 来的斯文，来的和谐，那个声音就你不会觉得引擎很费力很辛苦。等一下先，在我们继续行驶之前，我相信很多观众一定很好奇说，吉利集团或者说极氪去哪里找一个 2.0L Turbo 引擎放进来 9X， 它是跟别人买的吗？这个引擎是跟别人 share 的吗？不是啊，这具 2.0L Turbo 的 DHE 引擎呢，是由吉利集团 45% 跟 Renault 集团 45%， 然后 Saudi 再加上 10%， 所以他们组成了一个叫Horse Powertrain， 总部位于英国的伦敦。所以这个 Horse Powertrain 呢，就制造了这个 2.0L的 Turbo 引擎，它是一个有超过 46% 热效能的专为 PHEV 供电的这个引擎。所以你看我们讲 Rolls-Royce Cullinan 是 6.75L V12 的 Twin Turbo 引擎，600 PS 900 Nm。可是这个车子呢，虽然是 2.0 Turbo， 但是有1400 PS 跟1410 Nm， 因为引擎不是主角，引擎是配角。而且一般上我不管你是 V8 还是 V12 V6 等等，它一定要透过一个传统的变速箱。但是这个吉利集团的极氪呢，它是 1DHT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 所以说它没有变速箱。在吉利跟 Renault 成立这个引擎公司之前这个吉利就跟Volvo 成立了一个叫 Aura Bay， 是 Aura Bay 的这个Powertrain 公司。所以呢，换句话讲，这个 2.0T 虽然跟Volvo 上面的 2.0T 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们有间接关系啦，就是它算是它的 foundation， 他们透过那边的 know how然后再研发出现在这个最新的超高热效能的 2.0L Turbo 引擎。这个东西同样是极氪009没有的，只有 8X 跟 9X 有这个 DHE 引擎。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般的市区道路用着燃油优先的这个能源模式因为我们它不是传统的汽油车，所以已经不能够看到引擎的转速表，所以你只可以靠猜的大概去衡量这个引擎到底在多少千转转速多少。
因为它一直处于一个很高效率的运转状态啊，就可能我要关掉那个燃油优先模式，我才会感受到引擎的频率消失。在这边 OK， 纯电优先我现在 feel 到了，你看啊，你听啊，燃油优先，纯电优先。燃油优先，戴耳机听啊。这样子，有 OK。你真的要花时间去听，要花时间去感觉，你才会 feel 到那个当引擎启动的时候，你的方向盘会感受到微微的震动感。你会 feel 到 OK， 你在开一个燃油车，你在开一个汽油车，它不只要驱动车子，它同时还要为电池供电。但是因为这个引擎有超过46% 的这个热效能，所以所以它可以 multitask 啦 ，OK， 而且它不费力，就它还有冗余它还多出来，它很能打这具引擎。我开之前我会有压力，哇，我要开一个庞然大物它会不会很慌张就每次开 Range Rover 的时候，那个柱子太大了，那个行车视野我会看不清楚。纯燃油模式燃油优先模式我想要讲它跟 Volvo 的 2.0T 很像，但是其实也不像，因为那个 2.0T 是为这个自动变速箱设计的，但是它不是嘛，它只是远房亲戚啦，很远方的远房亲戚啦。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Zeekr 9X 有很强的动力、很强的音响、很好的规格、很大的空间，但价格又怎么一回事？因为在中国这边极氪009大概是40万人民币左右，所以这个 9X 比009贵，但是贵不多。可是，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就不同，因为极氪009目前大概是30万到40万马币，可是这个车子来到马来西亚呢，我保守估计没有70万马币，就700千。你不用想 le mention why 跟阿伯它会这么贵，因为像我前面说的，它是一个PHEV， 它是有引擎、有排放、有排气管的，所以它不能够像 BEV 纯电动车这样子享有 5% 加 10% 加 10% 的 tax， 它至少都是 30% 加75到90%，再加一个 10%。所以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大概是700多千。那有意思的就是呢，马来西亚的 BMW X7 是635,800块到752,200块 ，GLS是100万马币1020888。然后你如果来看中国这边的售价的话，其实中国的 BMW X7 跟 GLS 跟马来西亚的售价是差不多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同样也针对大排量的引擎，像 3.0 力车的有12到25% 的这个消费税， 4.0 力车高达40% 的消费税，最后还有一个13% 的增值税。如果你超过130万人民币，又会有另外一个量身定制的税务这样子啦。所以有趣的就是呢，因为在中国这边，你要想，在中国这边 BMW X7 是卖635千马币，然后这个车子是卖350千马币，也就是人民币59.9万，599,900块。Sorry 你知道马来西亚人，我们不是讲59.9万的咯，我讲59.9万，你们还要想是那个 figure，but I try 啦 ，OK？So但是我觉得 even 它来到马来西亚卖到700千，它还是有得玩，而且能够玩的空间非常的大。因为 even 是你拿到600-700千买到 X7 跟 GLS， 他们给不到你这样子的规格，一具 2.0T 的引擎。马来西亚可能不会有3电机，可能只是 Dual Motor， 但是都够了啦，大佬这个 2.0T 55 kWh 给你897 PS 935 Nm， 同样是 All-Wheel Drive 4轮驱动，0到100 3.9秒的极氪 9X 已经足以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席卷那一些这个价位的车子。当然，销量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对于海外来讲，极氪 9X 它不像在中国国内有这么艰巨的任务，因为在中国它要去跟这个华为的问界，还有这个理想
给他们加工去在这个市场上突围。那在马来西亚，它没有华为的这个竞争，也没有理想的竞争，所以这集 content 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是我自动自发自己飞到来杭州这边做的一个 content， 因为真的是有太多人，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或者是走路上遇到的，我会问我，那个 9X 怎样？那个 9X 怎样？那我就觉得上一集的 9X 不够，让大家看得不够过瘾，让大家了解的不够多，所以今天这集完全就是这个我的怎么讲专属影片啦 ，OK？ 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后来加 Facebook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cut， 记得 follow 我 subscribe 我，我才可以继续走下去。拜拜 ，Let's go，Let's move on。开着就开到来这个东明山。OK， 因为我想要找一条蜿蜒的、比较崎岖一点的道路来测试这一台车子。所以一样的，因为空气悬挂、48伏的防倾杆等等，如鱼得水。不管在高速公路、市区道路，还是这样子的这种丛林路、乡间小路，哇，这边有什么？约500万起景观限速别墅加速。这个地方不能够进的，等候区。哎呀，我现在要掉头。哇，怎么这样掉头啊？我车这么大。OK， 这个看我表演了。难度超高哎。这个轴距要3200mm 了嘞，下面就是水沟啊。No， 我不是8列，我不可以漏航。哇，你看这个超级好用，你看，现在车子已经打直了，就是怕后面那个水沟而已，再往前。哎呀，水沟，再转，其实可以过了的，但小心一点，再过。哈，有没有人算 timer 花了多长时间做这个原地掉头？